汽车鸣笛声打破医院的宁静，一切都从车内3个被枪击的可怜孩子开始。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83年故事的开始。故事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这里是美国俄勒冈州雷恩县的一座城市。1983年5月19日的夜晚，一辆红色尼桑轿车驶入麦肯齐医院，喇叭声惊吓到了值夜班的医生们。在车道上，一个20多岁的金发女郎向他们招手，她面色苍白，疯狂地指着车内，并重复着：“有人向我的孩子开枪了。”听到这位母亲的话，医生立即拨通了报警电话。当护士通过车窗往里边看时，发现车身侧板被鲜血浸透，血泊中躺着3个小孩，一个在前排座位上，2个在后排。很明显，孩子们是被近距离射伤的。前排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不超过7、8岁。后排的2个孩子中，一个是看起来大一点的女孩，另一个还只是丫丫学步的男孩。伤员的情况非常糟。当3个受伤的孩子被抬进急诊室时，其中2个孩子仍在吃力的呼吸。尽管手术台上的医生竭尽全力，但前排座位上的女生还是因致命伤宣布死亡。后来医护人员才知道，孩子们的名字和年龄分别是8岁的克里斯蒂·唐斯、7岁的谢利尔安·唐斯以及3岁的丹尼·唐斯。他们意识到这场灾难中，一个冷血的人蓄意地杀害了这3个孩子。医生们竭尽全力的抢救，只为了改变这场蓄意谋杀的结局。他们感受到孩子因严重失血和缺氧奄奄一息，于是为他们实施了气管切开术，以释放血液和空气。机器开始为小心脏泵血，以使其他器官恢复活力。奇迹发生了，尽管孩子们的情况十分脆弱，医生们还是让他们暂时活了下来。他们的母亲戴安娜告诉医院前台，她和家人从附近的马尔科拉探望朋友后开车回家。在一段黑暗的公路上，一个头发茂密的陌生人向他们的车招手。戴安娜以为他需要帮忙，便停下来询问。就在这时，这名男子将枪伸入了他的车窗，并将枪管对准了他3个无助的孩子。警察来了以后，他向他们讲述了伏击的经过，并描述了流浪汉的古怪特征。了解后，警察担心有一个疯子在郊区游荡，于是发布了紧急警报。他们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开始搜索嫌疑人。罗宾·卢瑟福警长是第一个赶到医院并找到孩子母亲的警察。当他到达医院时，护士们正在护理他的手，他的手臂上有一连串小伤口，是他试图抵挡枪手击打时留下的。他看到戴安娜的伤势很轻，然后他似乎异常镇定，便要求他与自己一起去确认案发地点。他凭记忆找到的地点靠近2条乡间小路的交汇处，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当戴安娜回到医院时，他得知了关于孩子谢利尔的噩耗以及另外2个孩子的情况。他从容地接受了这些信息，他的态度让医护人员大吃一惊。他们本以为他会变得歇斯底里，但他却显得太容易接受了。当被告知丹尼还有一线生机时，他用近乎困惑的口吻回答道：“你是说子弹没打中他的心脏吗？天哪！”与他交谈过的侦探们同样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们已经确定击中孩子们的是从手枪或步枪中射出的.22口径子弹。孩子们皮肤上的灼伤表明，子弹是从非常近的距离发射的，尤其是坐在前面的已故女孩谢利尔身上的灼伤。车门、座椅、车窗和其他地方溅满的血迹表明，凶手是从驾驶员一侧开枪的，这与戴安娜的说法一致。入侵者是从她的车窗伸手进来的。关于孩子们的母亲戴安娜，侦探们了解到，她今年27岁，是美国邮政局的一名女邮政员。她曾是一名信封投递员，最近离婚。在获得工作调动后，她搬到了俄勒冈州，住父母家附近。戴安娜向侦探描述了那天晚上的经过。据戴安娜说，她和孩子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快餐，然后离开了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住宅，前往一位同事位于乡村桑德曼路的家。这位同事几天前告诉戴安娜，他正在考虑买一匹马。戴安娜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则租马广告，于是决定亲自把广告带来。她解释说，这是一次很好的自驾游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出去玩几个小时。在与同事和她的丈夫简短交谈后，回家的路上，戴安娜穿过老莫霍克路，她觉得去那观光可能会很有趣。孩子们喜欢在没有灯光的乡村看月亮。就在这时，当她拐上老莫霍克路后，她发现了那个男人，他站在碎石路的中央，打着手势，似乎在寻求帮助。据他描述，该男子是白人，20多岁，身高1.8米，黑头发，波浪
半形发型，留着胡茬。他穿着一件李维斯夹克和一件白色 T 恤。他刹车并下了车。就在这时，陌生人从夹克下拿出一把手枪，要求他交出车钥匙。戴安娜拒绝了。作为报复，陌生人从驾驶室的窗户伸手越过他，向他的家人开枪。当他试图伸手去拿车钥匙时，他奋力反抗，将他甩了出去。这时，他朝戴安娜开了一枪，击中了她的手臂。戴安娜猛踩油门，她看到她的孩子们受伤了，她只想着一件事，尽快把他们送到医院。戴安娜说话的时候，侦探的思绪有些飘忽。他看到戴安娜手臂的伤口位置，曾经有些罪犯对自己的这个位置开过枪，企图伪造被袭击的假象。但是在证据确凿之前，他不会轻易下结论。面谈结束前，戴安娜同意签署对他家的搜查令。她承认自己有一把.38口径的手枪和一支.22口径的步枪，前者是为了在送货途中防身，后者是为了居家安全，但都没有使用。一把冷冰冰的藏在后备箱的破布下边，另一把则在家里的架子上堆满了灰尘。与此同时，警察也在忙着把戴安娜的车运往犯罪实验室，以做进一步侦查。在停尸房里，他们给死去的女孩身上的伤口拍照。在急诊室后边，侦探收集了从3个孩子身上取下的血衣作为证据。当戴安娜被允许进入重症监护室看望她的2个幸存孩子之一克里斯蒂时，旁观者注意到，当她捏着女儿的手喃喃地说我爱你时，她的动作就像冰柱一样毫无温暖，她的话是咬着牙说出来的。调查人员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当发现妈妈走近时，孩子从氧气面罩上方探出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当戴安娜抱住他时，心率监测器正常108次的频率跳到了147次。周五早上，便衣人员向戴安娜同事核实了前一晚拜访他们的事实。警察搜索了戴安娜的住所，发现了一本日记、几封信、一把.22口径步枪、一盒.22口径子弹，位于戴安娜所说的地方。除此之外，警察发现了一张留着络腮胡的男子照片和戴安娜的照片一起摆在电视机上方。警察知道戴安娜到医院后不久就给一个男人打了电话，这个人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家人，或许就是照片上的男人。地方检察官弗雷德修吉负责起诉此案，下令全天候看守孩子们。他委托一名儿童心理学家一直陪伴在克里斯蒂身边，以建立信任，让孩子有机会说话时能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戴安娜在后来的几次重述中，对凶手开枪时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自己面对枪手时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警察联系了戴安娜的前夫，他似乎很高兴能摆脱他的前妻，也很乐意过现在的单身生活。他承认他和戴安仍然是朋友，他们偶尔的电话都是讨论孩子们的健康和学业。对于这个坏消息，他似乎真的很难过，但又真诚的希望2个孩子能度过难关。他立即计划飞往俄勒冈州看望他们。警察从戴安娜的前夫那儿得知，照片里的男人已婚，是一名邮递员。戴安娜和他有过一段地下情，最终还是结束了。那个男人回到了他妻子的身边，但戴安娜似乎没有走出去。警察问起前夫关于戴安娜拥有的武器时，他说戴安娜有一支.22手枪。事后接受询问时，戴安娜否认她拥有这把.22口径的手枪。警察局的法医检查了汽车内部，他发现几枚.22口径的铜弹壳，这些铜弹壳是在射击后弹出的，没有一枚子弹穿透车身，这表明孩子们的5处枪伤都是直接命中的。血迹沾满了前排座椅的侧门，谢利尔在那里中弹后翻倒在地，丹尼和克里斯蒂被击中的后排座椅上也沾满了血迹，但是驾驶座上没有任何血迹，方向盘上也没有血迹。如果按戴安娜所说，她上车时被子弹击中，那她会反射性的用手去抓伤口，那只手就会有血迹，然后当她试图把车开离现场时，方向盘上会有血迹。此外，法医解释说，子弹发射时枪管会有少量无烟火药正面射向目标，在汽车的3个角度都检测到了这种火药颗粒，在右侧面板上以及整个后座。然而在驾驶员的方向上没有发现任何火药颗粒，这很可能意味着开枪的人就坐在驾驶座上。对整个犯罪区域进行的搜索未能找到凶器，但在附近发现了一颗与车上弹壳一致的.22口径弹壳。潜水员甚至搜索了旁边的河流，但也没有找到枪支。在春季，如果枪支被扔进河水中，肯定会被河水冲走数公里。检察官修吉认为，如果没有凶器，法庭对戴安娜的起诉就没有多少把握。他甚至亲自去找枪，但依然没有找到。让他更加沮丧的是，他得知
克里斯蒂中风了，这是枪伤的直接症状。医生告诉他，控制说话能力的左侧大脑受到了伤害，他可能永远不能说话了。现在没有凶器可以证明戴安娜有罪，唯一的现场目击者也无法指控他的母亲。沮丧的修吉看到从戴安娜家中没收的日记和信件后，他坚信戴安娜是有罪的。这些信件充满了对那个男子的思念之情，以及戴安娜被抛弃的原因。在周末结束之前，他派出2名调查员前往钱德勒市，以查明这位男子的真实身份。这一周是令人悲伤的一周，但也是令人乐观的一周。谢利尔的葬礼于25日举行，每个人都为之悲痛，但医院传来了好消息，克里斯蒂和丹尼都脱离了危险。克里斯蒂的一只胳膊瘫痪了，暂时不能说话，但医生认为还有恢复的可能。丹尼可能会终身残废，但他的大脑没有受到影响。2个孩子都很幸运，他们活了下来。戴安娜的前情人被调查员在家中询问，他坚持要妻子陪在身边。他说他的妻子已经原谅了他，他不想再和戴安娜有任何瓜葛。1981年底，他在工作中认识了戴安娜，他被戴安娜吸引，并发展成了艳遇。他本以为会迅速结束，但几个月过去了，他发现戴安娜并不打算放手。戴安娜敦促他尽快与妻子离婚，他试图中断他们的交往，但每次都遭到戴安娜的强烈反对。为了能逃离戴安娜，他用孩子做借口。他解释说，如果孩子们在身边，我就不会和他在一起，这是婚外情，看起来是不对的。在与负罪感斗争了好几个月之后，这名男子决定和戴安娜说再见。1983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切断了他们的联系。当他飞奔回家时，戴安娜紧随其后，甚至在他妻子在场的情况下走上了他家的台阶。他整晚都在敲他们的门。他的妻子报了警，但是第2天他又出现了，在门栏上与他的妻子对峙。那个混乱的夜晚过后不久，戴安娜申请调到了俄勒冈州，然而他依然在给他的前情人不停地写信和打电话。执法人员问他是否知道戴安娜拥有枪支，他告知戴安娜拥有一把.22口径的手枪，但是戴安娜继续否认拥有这支手枪。戴安娜于1955年8月7日出生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她的父母10几岁就生下了戴安娜，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的孩子。学生时代的戴安娜聪明伶俐，却非常不合群。11岁时，戴安娜遭到了父亲的猥亵。她于1973年和前夫举行了婚礼。她的前夫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柴米油盐的生活让戴安娜觉得这不是她想要的爱情。一直到她第一次怀上孩子，她感受到可以真正掌控自己的前夫，这是一种她从未意识到的力量感。但是1974年10月，克里斯蒂出生后，她又回到了伺候前夫吃饭的岗位上。为了不在情感上崩溃，她再次怀孕。1976年1月，谢利尔跟随姐姐来到这个世界。1979年圣诞节后第4天，丹尼出生了。尽管孩子不是前夫亲生的，前夫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但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她开始忽略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她已经褪去了对孩子的瘾头，她宁愿工作，宁愿离家出走，宁愿把孩子们丢给任何她能找到的保姆。一位保姆讲述了一件事，有一次保姆发现谢利尔在床上跳来跳去，保姆说这是不允许的，让谢利尔坐在椅子上好好想想。谢利尔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问，你这里有枪吗？我想开枪自杀，我妈妈说我很坏。6月，是否逮捕戴安娜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迄今为止收集到的证据，在美国法庭上都被视为间接证据，不足以定罪。一名目击者说，他在晚上10点20分看到了戴安娜的车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缓慢向医院行驶。目击者说，这辆车开得并不紧急。法官将幸存的2个孩子交由州儿童服务局监护。在此期间，戴安娜不得与孩子们见面，她威胁要用暴力将孩子们从医院带走。大陪审团在经过9个月的访谈后，下达了一份起诉书，1项谋杀指控，2项谋杀未遂指控和2项刑事伤害指控。1984年2月28日，戴安娜在邮局停车场下车时被警察铐住。1984年5月10日，为期6周的审判在尤金的莱恩县法院开庭，陪审团由9名女性组成，全郡的民众都关注这个案件。5月14日，法庭程序暂停，以便陪审团能够亲自体验犯罪现场。修吉用一辆包租巴士将他们带到老莫霍克路，并讲述了那一夜的黑夜、孤独、打破阴霾的枪声火花以及可怕的尖叫。在一天结束之前，陪审员们被带到县里的汽车停放处，看到了那辆死亡汽车。他希望陪审团们能凝视着汽车内部，感受孩子们的恐惧。回到法庭后，第一批证人出庭作证。护士回忆起戴安娜听说孩子受伤后，开心地表示自己为孩子买了保险。主治医生描述戴安娜听说孩子很危险后，异常的镇定，没有眼泪，没有情绪，简直不敢相信孩子是她的家人。X 光射线技师描述，戴安娜作为3个重伤孩子的母亲，在医院抱怨说，必须不化妆就出现在公众面前，使她很郁闷。
眼看着陪审团对这些间接证据不置可否，每个参与案件的人都非常的失望，因为戴安娜大概率会被判无罪释放。就在大家都觉得一个恶魔将回到人间，他的孩子会有一个可怕的未来时，整个审判迎来了巨大的转机。克里斯蒂满脸泪痕地出现在证人席上，在修吉安抚完这个孩子的情绪后，克里斯蒂说他俯身向后座开枪射杀了丹尼。然后发生了什么？继续的追问让这个刚刚能说话的孩子回忆起了当时的事情，哭得泣不成声。谁开的枪？克里斯蒂痛苦地说，我妈妈。1984年6月14日，福特法官宣读了陪审团的一致裁决：一级谋杀未遂罪名成立，二级谋杀未遂罪名成立，一级攻击罪成立，另一项一级伤害罪名成立，谋杀罪名成立。俄勒冈州当时没有死刑，但在随后的判决中，法官试图永远剥夺这个恶魔重见天日的机会。在宣判终身监禁并因使用枪支再加50年刑期后，法官表示，法庭希望被告永远不再获得自由。我已经尽可能接近这个目标了。1987年，戴安娜短暂越狱后被抓获，她被送往新泽西州的克林顿劳教所，并被关押至今。至此，恶魔终于被绳之以法。两个孩子最终被一个有爱心的家庭收养，虽然身体留下残疾，但都勇敢幸福地开始了新的生活。选择了孩子，就请守护他们一辈子。欢迎大家来到 Loki 的密室，点击下边的小铃铛订阅这个频道，每周为你带来奇案，和你一起看清黑暗中的双手，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我们下期再见。